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，非常开心又能在视频中与大家相聚。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们常常会用到各种手工工具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工具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比如生锈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虎钳子生锈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。当老虎钳子生锈后，掰开时会特别吃力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。尤其是把它放在潮湿的环境中，锈迹会变得更加严重，导致开合困难，有时候甚至需要用力拉扯才能打开。不过别担心，其实修复生锈的老虎钳子并不难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快速有效的修复方法，只需几分钟就能让它恢复如新，学会了真的就是赚了。希望这些小妙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妙用一，首先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家中不再使用的碗或盆子，这将是我们修复老虎钳子的小战场。把生锈的老虎钳子放入这个容器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温水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要使用温水哦，而且水量要足够多，要让老虎钳子的头部，也就是锈迹部分完全浸没在水中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温水能够充分接触到锈迹，起到初步软化锈迹的作用。让钳子在水中静置大约3分钟，时间一到，你会发现锈迹已经有所软化。这个时候，试着用手轻轻将老虎钳子往两边掰开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非常费劲，几乎无法打开。但是别灰心，随着你不断的用力掰动，效果会逐渐显现出来。这个过程虽然简单，但是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，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，只需要坚持不停的掰动就好。随着掰动的时间和次数不断增加，你会惊喜的发现，老虎钳子的嘴部逐渐开合变得更加灵活，张开的幅度也越来越大，开合之间的过程也变得轻松许多。同时，钳子上的一些锈迹也已经掉进了水中。在掰动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尝试不断改变掰动的方向，一边掰几下后，再换到另一边继续掰动。这样多方位的掰动，可以让老虎钳子的各个部位都得到活动，从而更好的去除锈迹。经过这一步的操作，我们可以看到之前难以张开的钳子，现在已经能够打开的很大，锈迹也掉落了不少。不过，这只是修复的第一步啊。尽管一些锈已经掉了，但仍然有一些顽固的锈迹紧紧附着在钳子表面。那么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下一步操作了。首先，将碗里的脏水倒掉，把老虎钳子取出来。接着，准备一些家里的食用小苏打。小苏打可是个好东西，它具有良好的清洁作用。我们平时常用于清洗瓜果蔬菜，它也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。现在，我们要把小苏打均匀的撒在钳子的顶部，确保每个地方都能撒到，两面都要撒上哦。撒好小苏打后，准备一张纸巾，将老虎钳子的顶部完全包裹起来。包裹好后，把它放回盆子里。接下来，准备一些家里的白醋。白醋不仅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，还具有很好的软化作用。我们把白醋倒在纸巾上，要确保纸巾完全湿透。湿透后，翻转纸巾的另一面，继续用白醋打湿。这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小苏打和白醋会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气泡。这是正常现象，说明它们正在发挥作用呢。白醋与小苏打搭配使用，可以产生1+1大于2的效果，能够更有效的去除顽固的锈迹。就这样让它浸泡5分钟，在这5分钟里，它们会持续发生反应，软化和分解锈迹。5分钟过后，小心的取下纸巾。这个时候，你会看到奇迹发生，在取下纸巾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老虎钳子上之前顽固的锈渍已经消失了。接着，用刚才的纸巾来回擦拭老虎钳子，确保每个地方都擦到，尽量将残留的锈迹清除得更干净。擦拭完成后，用清水冲洗一下，把钳子上小苏打和白醋的残留彻底冲刷干净。最后，准备一些纸巾或干毛巾，将钳子头部的水分擦拭干净。因为生锈主要是因为钳子的头部有水分，所以一定要将表面的水分擦干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，看看刚才又脏又锈的钳子，
现在已经焕然一新，就像刚买回来时的样子。不过，我们的修复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哦。如果想让老虎钳子更加灵活，并保持不生锈的状态，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处理。用纸巾沾取一些家里的食用油，均匀涂抹在老虎钳的金属部分。如果家里有缝纫机，可以使用缝纫机里的缝纫机油来涂抹，效果会更好。当然，许多朋友的家里可能没有润滑油或缝纫机油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植物油、菜籽油等替代。尽管油的种类不同，但它们都能起到润滑和防止生锈的作用。涂抹一次后，就可以有效防止老虎钳生锈，同时使其使用起来更加灵活。而且，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，效果会越来越好。妙用2：除了上面的方法，我们还有另一个妙招来修复生锈的老虎钳子。我们取适量的凡士林，凡士林是一种很好的润滑剂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老虎钳子开合不灵活的问题。将凡士林均匀涂抹在钳子的交汇处和各种缝隙中。涂抹好凡士林后，我们需要用打火机轻轻加热钳子，涂抹凡士林的部位。加热的目的是使凡士林融化，这样它就能更好的渗透到缝隙中。与此同时，一边加热一边做开合的动作，让溶解后的凡士林能够充分进入缝隙中。这个过程非常简单，但是需要一点耐心，没有复杂的技巧，只需要烤一烤，并不断掰动钳子就可以了。随着我们掰动次数的增多，你会发现钳子逐渐变得灵活起来，嘴张得越来越大，开合的过程也变得更加轻松。两边都用同样的方法，操作完成后，我们的老虎钳子就修复完成了。可以看到，刚才半天张不开嘴的钳子，现在嘴已经可以张得很大，而且一只手也能轻松完成开合动作。虽然凡士林与其他润滑油不同，但它的效果却是一样的。经过这样的涂抹后，钳子使用起来会非常灵活，而且越用越好。通过这两种简单的方法，您的老虎钳子现在应该已经焕然一新，恢复了它的功能和效率。在这里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请记得在使用完老虎钳后，及时清洁和涂抹润滑油，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并防止再次生锈。修复老虎钳子不仅节省了购买新工具的费用，还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维护工具的意识。在未来的工作中，这些技能将为我们节省时间和金钱，真的是非常实用。好啦，今天关于修复生锈老虎钳子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转发和分享哦。希望这些实用的小技巧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您在生活中也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我们可以一起交流，一起探索更多生活中的奇妙之处。另外，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精彩的生活技巧视频哦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实用内容，希望能够为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乐趣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我是小蔬果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视频了。再次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